大家好，我是戴主义，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一日店员。非常感谢 Volkswagen Malaysia， 让我们能够在 Volkswagen Puchong 这边带着一些观众朋友去试驾最新的 Tiguan Allspace Live。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办这种线下的见面活动。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除了能够见面聊天交流之外，也能够带大家去上路试驾车子，或者让大家看一下我平时在怎么介绍车子。所以没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Volkswagen Malaysia 旗下售卖的 Tiguan Allspace 一共有3个款式，分别是 Tiguan Allspace R-Line、Tiguan Allspace Elegance 和我身旁这个 Tiguan Allspace Live。它算是一个入门级的 Tiguan Allspace， 售价从159,990块起。那我觉得这个价格是相当的有竞争力，因为它是一个 1.4 TSI 搭配 6DAG， 而且是一个5+2的7人座3排式 SUV。所以你能够用这个价钱买到一个欧系的3排式 SUV 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带一些观众朋友们上路去试驾一下这个车子，访问看看他们对这辆车子有什么样的看法。Let's go。就这辆车子它是 Tiguan Allspace 1.4 TSI 150 PS 250 Nm， 然后它的这个动力数据大概就是2.0 NA 的数据啦。OK， 所以你现在本身目前是驾的什么车？巴萨。OK， 你的巴萨是 1.8 还是 2.0？我的是2017的 Highline 2.0。2.0哦，那个还没有 detune 的时候啦。还没有 detune 的时候。220啊。第一款。OK。然后这个 Tiguan Allspace Live 它的 steering wheel 跟 Elegance 不同的是 ，Elegance 那个用 haptic touch， 就是跟新的这个 Golf GTI 一样的。actually 这个比较好用啦。我也是比较喜欢它的。所以它比较，你眼睛不用去看它了，对。所以这辆车虽然是低配啦，不过它有些东西还是 OK 的，因为你看它虽然是比那个 Elegance 便宜很多嘛，可是它一样是 Apple CarPlay、Wireless Apple CarPlay、Wireless Android Auto，然后Digital Cockpit 它也有给。Wireless 都是 Wireless。都是 Wireless 的，对。even 这个是 Live 吧。我刚才是从后面来嘛，所以我觉得后面的 space 真的是很大。因为它的 second row 的 seat 可以。是它可以slide前slide 后，所以它后面的 space 真的是很大。因为它多了一排，所以它就是方便在这边。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 Tiguan Allspace 可以考虑的是，现在 Volkswagen Malaysia 是为它提供3年的这个 free maintenance， 它的 service interval 是15,000啦，15,000公里要 service 一次，所以它是3年或者45,000，所以至少你买来前面这个45,000公里或者头3年来讲，你不用去担心。Tiguan 1.4 TSI。它的强项其实在于稳定性。这个是 EA211 engine 嘛，所以跟 EA888 比起来 ，EA888 是 steel 的嘛，它的 engine block， 然后这个是铝的嘛，所以它的重点就是轻，然后 efficiency 比较省油，比较节能。如果你要出用，就是把它当成是日常使用的车来讲，我觉得它是很容易使用的车啦。所以你目前有考虑要换车吗？我是有在考虑要换车，而且我是想着要换 SUV 的。OK， 所以看这样多个 SUV 里面，其实 Tiguan 是 one of 一个 top shortlisted 的啦。因为它的价钱又是 affordable 的，而且它又可以给到好像这种 Wireless Android Auto、Wireless Apple CarPlay 它又有 Turbo 这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啦。所以现在新款的这个 Tiguan Allspace 从 Tiguan Live、Tiguan Elegance 到 Tiguan R-Line 都是有 Lane Assist， 就是动到线 steering 会给你摆回来。So Mr. Lock 你本身是驾驶什么车现在？我现在是驾 Peugeot 308。OK， 所以你刚才油灯踩了加速，你觉得这个车怎样？因为它是 1.4 TSI。150 匹250 Nm。其实感觉上下起来，它的力水算是 OK 的，它是前轮驱动的。OK，Tiguan 1.4 TSI 的啦，不管是 Tiguan Allspace Live 还是 Tiguan Allspace Elegance 都是 front wheel drive，然后那个 high spec 的 R-Line 就是 all wheel drive。Live 它还是有后面那2个座椅。Live 跟 Elegance 就是全部 Tiguan Allspace 目前都是 7 seater。就3排5个 seat 加2个 seat， 所以这个 Live 呢，它就是比这个 Elegance 便宜了29,000，然后他们最大的、最明显你眼睛看得到的就是它用的是 Fabric 座椅，对，然后它不是 Electric seat， 还有它少掉5个颜色、5个 preset 颜色的 Ambient Light，可是它一样是有这个荧幕，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Wireless Android Auto， 还有 Digital Cockpit。
其实我还蛮意外的这辆车，我试驾了过后，一开始以为是 SUV 会很bulky，可是试驾起来也是感觉上不错啊，它的操控性，它也是算是很敏捷的一辆车。So Pierre 他本身曾经是一位提冠 1.4 TSI 的车主，那在不久前就升级到去 Passat Elegance， 就是那个 2.0 190 PS 的 Passat。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算是忠实的 Volkswagen customer， 因为他从 Volkswagen 的 SUV 换成 Volkswagen 的 Sedan。这样我们就问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会选择 Volkswagen 这个品牌 ？OK， 其实主要是我还没买 Volkswagen T 冠之前，我也是有 compare with 其他车，比如 CX-5 还有 CR-V。加了过后 ，of course， 我也是有看的安哥带的 video， so 做了一些自己的 comparison， 都亲身来 test drive 几辆车。But CR-V 跟 CX-5 no doubt 它是一个不错的车 ，but 我 test drive 过后，我没有那种冲动是我要立刻给 booking 的。当我 test drive 提冠过后，我的心是跟我讲我要这辆车了，so after test drive 我是直接给 booking 就继续整个买车的过程。对，好像我的同事啊，我的朋友啊，就讲就是定这样的 budget， 你可以考虑二手的BMW 或者二手的 Mercedes C-Class。对我来讲呢，二手车不是不好，可能它有一定的 maintenance cost 需要考虑的。可能你买那辆车也是一样，可能170、180,000，但是毕竟它过了 warranty， 而且他们的design language 是上一代的，是6、7年前的 design， 而且它也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ndroid Auto， 就我的提冠原本就有 Apple CarPlay， 那个时候就有了，它那个时候就有了的。OK， 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东西跟不上时代了，所以我就没有去选择BBA， 我反而选回 Volkswagen， 因为怎样讲 ，Volkswagen 的车也不会差到去哪里啦，它都是一个很大的集团。So Andrew， 欢迎你参加今天的这个试驾环节，便可以柴油。以一个 City Car 的 SUV 来讲，它的那个 acceleration 其实是很好。对，因为这个150 PS 250 Nm， 如果放进 NA 大概是 2.0 2.2 NA 的动力这样啦。当然它的强项就是1500 RPM 起就可以 generate 到差不多有250 Nm， 所以它低转高扭力的特性确实让这辆车子其实驾起来的时候很轻的感觉，而且它 steering 的 feedback 都跟日系车有很大的不同啊。它的确是它的 steering 是好，而且比较准和比较有一些感觉。我喜欢Volkswagen它的基本上他们所有车啦，都是它的 sitting position， 它可以让我的那个膝盖可以90度。对。就算它的 Golf， 以前我用的 Golf 也是可以90度，就是虽然它是不是高的车啦，但是他们的 sitting position 调到非常非常好，这是我觉得长途是很舒服的一个 position。这辆提冠它是 1.4 TSI 嘛，所以很多人对它最大的疑问就是它能不能够上云顶，因为它150匹250 Nm， 所以现在我们走的这一条路就是模拟我们上云顶，它跟云顶长得很像。踩完了。低转速高扭力的这个特性，在这边就能够发挥出来了。再踩完不要停，再踩。好轻松。So yeah， 它就是所谓的 Turbo Dual Clutch， 就是这个好处，它的换挡的速度快。它这个是什么 suspension？ Volkswagen 提冠 Allspace 如果是 2.0 TSI 啦，就是 RI 的话，那个是 DCC， 就是可以选择悬挂要 Comfort、Normal 还是 Sport。可是这个呢，提冠 Allspace Live 或者是这个 Elegance， 他们就是 Comfort Suspension。刚刚其实我坐后面我会觉得它这样子踩上去其实不会很晕。通常如果坐后面的 SUV 他们的那些弯来弯去，那些玻璃又会很响。其实刚坐现在很舒服。So Ivan 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 Volkswagen 巴萨的车主，那他现在目前正在考虑要选购一台 SUV。大致上其实还不错，我
家很少加 SUV 了，把这两家倒起来，它的视野就比较高，可以看更广啊。因为这辆车其实它的价格就是差不多160千嘛，所以它打的价位都是 C segment 的这样子。不过因为它是 7 seater 嘛，就多了一个可能性啦。虽然未必你会用到，不过因为第二排它椅子可以 sliding 嘛， OK， 可以 slide 前 slide 后可以折下来。包括我现在坐这张椅子，它可以整个这样 full flip 下来的。哦，所以你第二排的人是可以把脚踩在这个椅子的椅背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车都没有的啦。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它的那一个 handling wise 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你说它1.4它有没有力的话，其实当然你不可以拿其他2.0的这样来比啦。我觉得它是 OK 的。对一个女孩子来讲的话，它其实是足够了的。经过了今天一整天的一日店员 One Day Salesman 的体验过后呢，我从早上8点来到现在傍晚6点，这一天当中我接待了超过10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作为一个 car salesperson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带顾客去试驾车子，跟他们解释车子的性能，车子的用途，然后你会面对到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收入阶层或者是有不同 budget 的一些消费者，他们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除了新车、旧车、保养、service、after sales service， 你都要通通能够回答他们。所以我觉得真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啦。所以我个人也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累。我也相当的佩服这些salesperson， 真的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我要在这边非常感谢 Volkswagen Malaysia 能够提供 Volkswagen Pujong 的 showroom， 还有这个提冠 All Space Live 来给各位观众去试驾。因为我过去一直都很想，除了在网上在影片当中跟观众交流，也有机会透过线下的方式坐在我隔壁，我载他们或者给观众载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车子性能，关于车子的 compare各种跟竞争对手的比较等等，我们都能够面对面的来交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Instagram， 我们看到like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